在呢在吃早餐。那早上的时候我就先去 SPA 那边，因为他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是只给女生的，然后就很舒服，真的是觉得这间死海度假村最大的价值。这是7点下来的样子，都没有人，这就是那个泡死海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里有按摩浴缸。然后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妈很适合，下次带妈妈来。这是早餐，这边有牛奶跟热巧克力啊，冷的巧克力牛奶了。然后这里是3种鸡蛋，然后也有现煎的蛋，还有一些蔬菜。然后这边的沙拉跟昨天看起来差不多，然后有很多的起司，小蛋糕，还有果酱们，跟新鲜的水果。这里还有沙拉，以色列人很爱吃沙拉，很健康。然后，冷的这个飞鱼，现做的沙拉，切给你看。幸福的小孩。九九超厉害！我们刚刚在这边吃完早餐，然后他就自己要从这个楼梯下来，因为他记得昨天我们那个 Kids Club 是在这个地方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他才不到2岁，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小孩。早上9点半，好漂亮哦！只是很难拍出来，窗户太脏了。现在是11点，我们要 check out 了。可是它是全包式的嘛，午餐的时间是下午1点，所以我们就再晃2个小时。这是迎宾的，这是我们昨天没有，今天才有。然后这里好像还有迎宾饮料，昨天也没有啊。这是小孩的活动表，他自己找到一个好地方。他才2岁耶！嗨，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有空气的品质，就让整体这个度假村的气氛跟昨天相比就提升了很多。然后他那边还有那个把跳跳床放起来了，真的感觉很好玩。这样看不清楚，但是他那边的气温是写27度，就比昨天少了整整10度。我们的小帅哥。他喝奶瓶，他喝牛奶都很有他的个性哎，很帅。约旦就在那边，我们好不容易瞧好位置，但那位小朋友他喝完奶呢，他已经往前走，然后叫我们跟着他，就说抱抱抱抱。那从旅馆这个门出来呢，直接就是到以色列的死海海滩。那这海滩是公共的，不是属于这间旅馆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来。那它这里有塑胶椅子，塑胶椅子是好像1天是15块还是20块，反正就是要付钱的。那我们来看死海到底有多美，真的是很夸张哎。虽然这里离耶路撒冷的车程只有1个半小时，但真的好像就到了另一个世界，真的有休息度假的感觉，很神奇。看九九带这个呢，就想起来他在医院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也有带一个，这个手环，上面都有数字。每一次他从那个婴儿室回来的时候，我都要报号，然后他们要确定我是他的妈妈，才会把宝宝给我。他这样带这个，就好像他还是小宝宝。然后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有妹妹出来会是什么样，但是这个小朋友是真的很可爱，所以就要来做一点结论，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？
但我现在必须说，这个风景实在是太美了，太夸张了，这是无敌的，这真的是无敌的，这跟那个旅馆没有太大关联，真的是太美了，太美了。那之前的影片就有说过，玩死海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私人海滩、公共海滩，那另外一个就是住这种死海的度假村。那我们去年是第1次住，那今年是第2次住。这一次住的价格跟去年的其实差不了多少，但是多了食物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来做一个优缺点的一个总结，跟去年的也算是做一个比较。OK， 这间死海的旅馆，它的优点是它的死海的 SPA 是可以用的。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时间太早了，所以它的死海的 SPA 是没有开放，以至于我这一次还很惊讶，说哦，原来 SPA 的意思是就是真的有死海的那个水在里面，然后你可以就是在旅馆里面就享受到死海。那这个是真的是全世界无敌，我不知道就是在这里以外的地方哪里还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享受，因为真的很神奇，这么高盐分的水，然后你就可以漂浮在上面。真的是超级推荐，那这是一个超级大的优点，可能这个优点就赢过了所有的缺点吧。现在是吃午餐时间，背景是超级美的死海，所以我的脸是黑的。然后今天的午餐跟昨天的晚餐菜色一样，所以没什么好介绍的。跟小孩互动死海的风景是真的很美丽，它每一个时段它的美丽都不太一样。如果是住在死海旅馆的话，就等于说你是多了一个选择。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躲到房间里面，继续的欣赏它的美丽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优点。那这间旅馆跟上一次我们住的差别是，它离公共海滩又更近一点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这间旅馆它有很多小朋友来，它是适合小朋友来的地方，所以对于我们做父母来讲，就是压力比较小。因为小朋友他总是会哭，他睡不着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很饿的时候，或者是怎么样。那这个旅馆大部分小朋友都是一样的状况，没有惊喜，所以对于做父母的在这里就会比较自在一点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讲它的缺点。缺点呢，就是其实它很多的资讯你都要用问的，它没有写得很清楚，包含说那个跳床。它11点半就关了，它没有写啊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用到，就有点可惜。或者是像滑水道，我到现在也都不知道它是几岁开始以上才可以玩，那舅舅也没有用到，就有点可惜。那第2个缺点呢，对我来讲啦，就是它这里的虽然是全包式，但它的食物呢，我只能说它就是营养均衡，不会让我就是想要再来一次。然后还要加一点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带小孩的人，所以在吃饭的时候，我真的就觉得像是在打仗，就没有那种好像很享受、很放松。虽然说看死海的风景真的是很厉害。那第3个缺点呢，就是如果你是觉得它是一个度假村，然后会很高级的话，这个标准可能要降低，因为它真的有一些设备啊，或者是维修的部分，就是没有做得很好。好，那现在要来讲就是让我意外的地方。我觉得它的人没有我想象中的多，所以我们在拿咖啡啊，或者是想要用阳伞啊这些设施，其实都很舒服。包含去那个死海的游泳池，也都没有很多人。那我觉得还蛮神奇，因为在吃饭的地方人很多，可是在设施的地方其实都还蛮舒适的，都不用抢的感觉。好。第2个的话就是，因为在网络上我就是有看到它有那个小孩的俱乐部 Kids Club， 所以才选这个旅馆。那确实 Kids Club 存在，然后舅舅也喜欢，所以这对我来讲是很意外，很高兴，这真的有存在。不过让我也很意外的就是舅舅这一次，我以为他会玩滑水道，然后会玩游泳池，但是他游泳池他泡一下，因为他已经很累了，所以就没有什么用到，这也是一种意外。再来第3个意外呢，就是其实午餐的吃饭时间可以选择第1天或第2天，我们可以自己决定。那这其实就会影响到整个行程的安排。最后呢，就是做一个总结，到底这个地方值不值得来。那这2天1夜呢，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多的以色列家庭带他们的小朋友来，
这就代表说，在以色列人心目中，这个是一个很热门的旅馆，然后一定有它的价值，包含就是它有活动啊，它有 Kids Club， 就是小孩的俱乐部，然后它有它的这个死海的这个游泳池，这些都是很厉害的，包含它的死海的景观，那这些是事实。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游客的话，而且没有带小孩的话，不一定要选这间，因为它全包式的特点是在食物嘛，但是它食物又没有很好吃，就是营养均衡，饿不死。然后我觉得对于观光客来讲，你们不一定有时间用到它的设施，可能是下午就进来，然后一早隔天就离开。那这样子，其实每一间旅馆它都有差不多的这个设施，你们都可以达到就是休息的目的，还有享受这个死海的目的。也就是说，这间旅馆它的这个额外的那个全包式的特色就没有，除非你们是住在这里，然后就是想要找一个地方让小孩放电，那这就不一样。或者是你们是长途旅行，然后真的有时间好好的在这里享受一天。那这是我的感觉啦。那我们会不会想要再来这间旅馆？我是真的很喜欢它的风景，然后我也喜欢它有 Kids Club， 但是就是它的食物，因为它全包是它已经包含在价钱里面了，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吃免费，没有啊。那我付了这些钱，我没有吃到我想吃的，那就等于是就不值得嘛。所以可能会在想，如果来死海的话，要住这一间吗？如果有特价我会住，那如果没有特价的话，可能就会想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选择。但老实说，其实死海这边也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它做到这样子营养均衡，也是很了不起的，也是要给他一个就是一个 credit， 一个赞美。唉，只是就是食物对人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那我还是必须要讲，它其实有一个值得赞美的地方，就是它的那个咖啡厅，它是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都有开放，然后它的咖啡是真的很好喝，这给他一点赞美啦。然后他的工作人员是真的都很好，所以会考虑，但是不一定。好，但总而言之，我们很开心，就是有这样2天1夜的一个休息，一个放松，是真的有放松到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完美的，就是那个食物啦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